眼前这只水獭正在生宝宝，剧烈的疼痛把她折磨得满头大汗，可丈夫却像老六似的在一旁嗑着瓜子，完全不顾妻子的感受。气不过的水獭妈妈直接把丈夫喊了过来，冲着对方就是一通乱骂，不知道替我分担也就算了，你还在一边嗑瓜子。自知理亏的丈夫连忙逃离了现场。小水獭扭头看向主人，心想着自己怎么遇见这么个老六。待产的水獭名叫小五，此时的她坐立不安，腹部传来的疼痛让小五翻来覆去，甚至不受控制的咬手。第一次生产的她显得焦躁不安，不停翻滚着身体试图缓解疼痛。突然小五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，看样子已经到了临产的时候。听到叫声的丈夫急忙跑过来趴在一旁，或许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，丈夫老六也开始紧张起来。主人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安慰他小五会顺利生下宝宝的。得知自己也帮不上忙，于是他只好默默地守在旁边。然而老六始终是老六，还没2分钟的时间，这家伙居然打起了呼噜。另一边的小五用力抓住栏杆开始分娩。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第一个宝宝终于平安出生了。初次体会到作为母亲的小五也很开心，她仔细地帮宝宝清理卫生。这时刚睡醒的丈夫马上凑了过来，看见母子平安的他很是高兴。经历过分娩后的小五已经疲惫不堪，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可不一会他又开始在地上来回翻滚，看来这是要生2胎的节奏啊。在水獭妈妈的努力下，第2个宝宝也顺利降生了。此时的小五开心极了，她捞起一只宝宝又亲又抱，或许只有当妈的才能体会她此时的喜悦吧。但很快小五就察觉到了不对，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哪去了？转身一看，才发现小水獭差点被压扁。心疼坏了的水獭妈妈连忙上前检查，赶紧把2个孩子都挪到自己面前，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。此时的小五完全沉浸在当妈的喜悦中。几天后，小水獭长大了一些，萌萌的样子像只小老鼠。本以为小五会细心的照顾宝宝，但他的行为却把主人给看傻了。只见水獭妈妈在笼外不停扒拉着宝宝，好不容易将宝宝弄出来后，她又转身将小水獭叼回了笼内。原来水獭妈妈是在偷自己的孩子，还真是一孕傻3年啊。这边他刚放下宝宝，转身又跑到外面继续去偷，不过偷来偷去家里面却始终只有2只，这可把水獭妈妈搞懵了。2加2怎么还等于2呢？不过就是可怜了小水獭，因为老母亲折腾半天都不知道她偷的是自己的宝宝。看见这一幕的主人也是哭笑不得，甚至怀疑小五得了产后抑郁症。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，主人每天都会给小五额外加餐，而这家伙每天除了吃就是吃，就连哺乳的时间都在补充营养。很快到了水獭宝宝体检的时间，出生1周的小水獭已经有80多克。此时的他们还没睁开眼睛，总是喜欢到处乱爬。除了每天喂养宝宝，水獭妈妈还喜欢叼着孩子四处转悠。不过这样的方式真的好吗？估计此时地上的那只肯定在想，妈妈，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？好在经过主人的检查后，2只小水獭并无大碍。最后希望2只小水獭能顺利长大。女孩抱起一只水獭就往嘴里塞，这是准备要生吃水獭了吗？突如其来的一幕可把小水獭吓坏了，立刻装成一副无辜的模样，乖乖地躺在地上。小姐姐说，这只名为小五的水獭是水族馆的吉祥物，因超萌的外表而备受人们的喜爱。虽然长着一副人见人爱的模样，但这家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粘人精，平时没事就在饲养员面前撒娇卖萌，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粘在身后。作为一只吉祥物，小五一出现便引来了游客们的围观，大家都被他可爱的外表俘获了芳心。话说谁能拒绝这么一只手感丝滑的小水獭呢？就连一旁的金毛都忍不住想要上去摸2下，但显然小五并没有给对方面子。出于工作原因，饲养员只好先将他抱回自己的房间。看见小姐姐准备起身离开，小五马上跑过来想要将门堵住，奈何自己力气太小，门还是被关上了。见不到小姐姐的他在房间里不停嘤嘤的哭泣，急得眼泪都快从鼻孔里流了出来。可为什么小五会如此依赖饲养员呢？小姐姐告诉我们，小五刚来这里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自己一直在照顾这只水獭的生活，久而久之，小五就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长时间的相处也让小水獭养成了依赖性，平时就像口香糖一样黏着饲养员。同事都说它像只小狗，因为只有在女孩面前，它才会像个嘤嘤撒娇的小孩子一样。不管任何时候，它都喜欢跟在小姐姐身边，甚至还会帮她主动开门。确定小姐姐跟了上来，小五这才放心的走进办公室。为了引起饲养员的关注，厚脸皮的小五使出了独门绝技，但饲养员忙着工作，根本没空搭理他。于是这家伙转身便开启了拆家模式。小姐姐精心饲养的花盆很快就被打翻在地，知道闯祸的小五马上撒腿就跑，但很快就被饲养员抓了个正着。被逮住的小五不停试图逃走，结果被小姐姐一口塞进了嘴里。这下小水獭彻底老实了。为了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小姐姐将他关在房间里进行反思。这时同事突然打开房门，小五抓紧机会立刻窜了出去。他在水族馆内四处搜寻小姐姐的踪迹，没想到一个不小心掉进了鲨鱼池里。激动的鲨鱼还以为午饭时间到了，还好小五及时跳了出来。听到饲养员的声音后，
小五马上朝着熟悉的声音跑去，饲养员心疼地将他抱了起来。此时小水獭委屈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心想在晚上几秒我就成了鲨鱼的午餐了。为了摆脱小五对自己的依赖，饲养员决定让他和其他同类一起生活。刚开始小五很不适应，只要视线离开饲养员半步就开始疯狂地抓门，哭着喊着要和小姐姐在一起，就连同伴和他打招呼他都不肯理会，甚至动不动还和人家打架。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将他们分开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不过在适应一段时间后，小五也逐渐接受了当下的生活，慢慢的他开始主动与同伴和解，最后希望他能早日融入这个新的大家庭。这是发生在自然界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。数百头领航鲸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岸集体搁浅。在悲剧发生之前，这群鲸鱼在距离岸边几百米的地方不断徘徊着，它们紧密地聚集在一起，不断发出响彻天际的惊叫声，仿佛彼此之间在商议着什么。一开始人们只是觉得很神奇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几小时后，他们集体冲向了岸边。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，已经有数十头领航鲸死亡，上百名志愿者手牵手地站在海里，他们用身体组成一道人墙，阻止鲸鱼继续前进。因为此刻在岸边已经有近百头鲸鱼发生了搁浅，数量庞大的鲸鱼群遍布了海岸线，救援人员只好分成3组开展救援。当务之急是让他们尽快回归大海。在场的救援人员都开始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，尽管人们极力进行阻拦和营救，可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鲸鱼，大家所起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。随着多家媒体的持续报道，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，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主动加入救援队伍中。此时被困在沙滩上的领航鲸已经奄奄一息，嘴里不断发出虚弱的叫声。长期的暴晒和缺水导致它们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。为了让它们能顺利重回海洋，居民们将一桶桶的海水浇在鲸鱼的身上，这样可以让它们的身体表面保持湿润的状态。志愿者将家里的床单全部贡献了出来，浸湿的床单可以有效防止因暴晒而引起的脱水。另一边，救援人员不断将冲上岸边的鲸鱼推回海洋，所有人都在祈祷着潮汐的到来，因为对于体型较大的鲸鱼来说，大家只能借助海水的力量才能将它们送回大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领航鲸逐渐没有了呼吸。傍晚时分，终于迎来了海水涨潮，可人们却绝望地发现，所有的鲸鱼再次集体冲向了岸边，包括那些已经被送回海里的小鲸鱼。眼前的一幕让人感到意外，为了防止有更多的鲸鱼死亡，人们站在海里形成一道人墙来阻止鲸鱼继续前进。然而悲伤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，伴随太阳的落山，最终大家没能阻止这一疯狂的举动。第二天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多数的领航鲸已经死亡，志愿者们没有一刻放弃过营救，可每次将它们送回深海，这些鲸鱼都毫无例外地再次游回岸边。就这样，救援接连持续了3天，可惜人们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悲惨的结局。经过专家的检测，长时间的搁浅导致这些鲸鱼的健康已经严重恶化，即便将它们送回去，也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。在多次尝试无果后，人们做了一个无比痛惜的决定，为了让鲸鱼们减少一些痛苦，最终救援队决定帮他们结束生命。至此，200多头鲸鱼中196头就此陨落，其中仅有部分小群体重新返回了海洋。我们都知道鲸类是海洋中最聪明的物种，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可以进行复杂的交流，并且和人类一样可以建立亲情和友情。对于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搁浅实属罕见，人们对于此类事件的原因尚不明确，没人知道他们为何不顾一切地想要结束生命。有海洋动物学家表示，这类事件可能与他们的社会结构有关。领航鲸是一种群体性动物，它们彼此之间非常的忠诚和信任。如果群体中有任何一只受伤或者搁浅，那么其他鲸鱼就会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旁边。也有专家推测是领头的鲸鱼方向感出现偏差才会导致集体搁浅。一直以来，鲸鱼都被认为是具有高智商和灵性的生物，当它们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时，就会选择死亡。而鲸鱼死后产生的氢可以起到中和辐射净化海洋的作用，或许它们已经提前感知到了什么，然后选择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海洋的一片净土。有人选择肆意妄为的破坏，也有人选择为破破烂烂的世界缝缝补补。愿所有的生灵都能被尊重与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